各位朋友啊，我一直给大伙說，美式的选舉下的这些西方政客们，真正的这个叫什么呀，彰显了人类社会的生物的多样性。今天呢，就给大伙深入的聊一聊那个在欧洲的微型的屁大的立陶宛，它的国土还没有北京的朝陽區大，人口還沒有北京的回龍觀多，但是呢，它是歐洲反華的一個急先鋒。這個國家呀，現在啊，遭報應了。一個國家的衰落呢，未必需要戰火連天，也未必需要天災不斷，有時只是一連串的短視的決策就足以把自己拖進難翻身的泥沼裡面。這個歐洲小國就是立陶宛。說起立陶宛的人口問題，早就是公開的醜事兒了。曾經這個國家還算有着不算小的人口規模啊，這麼多年過去，人口一路往下掉，如今呢只剩200多萬了。年輕人是一波接一波的往外走，新生兒的數量一年比一年少，每年離開人世的人比新生的人多。照這個趨勢下去，再過幾十年，這個國家說不定就慢慢的在世界地圖上消失了。為啥立陶宛的年輕人都要跑呢？人口流失如此嚴重，還不是因為日子過不下去了唄？本來立陶宛呢沒啥拿得出手的產業，全靠賣點木材、奶酪和激光設備過日子。以前呢，中國是他們的大客戶，好多年輕人呢都在這些相關的企業上班，能夠掙到穩定的工資。可是自從2021年呢，他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吧，那肯定是這個跟着美國一塊兒嘛，要跟中國對着幹嘛，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的名義設代表處，徹底惹毛了中國以後，生意就全黃了。相關的企業倒閉的倒閉，裁員的裁員，年輕人在國內找不着好工作，只能是背井離鄉去歐洲其他國家討生活。更嚇人的是啊，立陶宛根本就不想生孩子呀，生育率常年排在全球的倒數，平均每個女人只生 1.2 個孩子，連維持人口減少都不夠，更別說增長了。照這個速度算，再過幾十年，立陶宛的人口就可能減半，到時候好多小鎮都得變成了空城。現在的立陶宛啊，養老院比幼兒園還多，街上呢很難看到年輕人，滿眼看去都是老頭老太太，整個國家透着一股後繼無人的淒涼勁兒。更可怕的是，立陶宛的經濟現在就是一灘爛泥，而這一切都是他們自己作死作出來的。立陶宛的經濟可以說是徹底崩了。2021年之前啊，中國市場給他們帶來了不少好處，激光設備一年就從中國呢賺好幾億歐元，奶酪、木材這些農產品也賣的是風生水起，光是對華的出口就佔了不少的收入。可是他們呢，偏偏要踩中國的紅線啊，要搞一中一台的鬧劇，結果中國市場直接就對他們關上了大門。這後果來的是又快又狠，短短3個月，立陶宛對華的出口就暴跌了 88%， 到了2025年上半年，對華出口只剩下了1200萬歐元，整體跌幅啊，直接飆升到了 91%。以前風光無限的激光廠，現在生產線停了大半，工人只能是輪班待崗，工資都快發不出來了。有個乳業公司更慘，倉庫裡的牛奶堆成小山，保質期一過只能倒掉，最後沒辦法關了3條生產線，幾百個工人瞬間就失業了。他們的經濟命脈，克萊佩達港也涼透了。以前呢，每個月有15列中歐班列從這兒經過，碼頭的工人忙的是腳不沾地兒。現在呢，班列全改道波蘭，港口的吞吐量直接縮水了40%，鐵鏽上都長滿了鐵軌了，空的
這個能在碼頭上開賽車了。這3年裡，靠對華貿易吃飯的1300多家企業接连倒閉，超市裡的面包價格漲了 40%， 老百姓的取暖費翻了好幾倍，日子過得緊巴巴，悔不當初吧。他們呢，当初以为有美国和歐盟撑腰，就算丟了中國的市場也不怕。可是美國承諾的援助到賬連1成都不到，歐盟更是不靠譜。2022年牽頭在 WTO 告中國，喊得震天響，結果連份像樣的證據都拿不出來。2025年乾脆悄悄的撤了訴，把立陶宛徹底的賣了。现在的立陶宛外債占 GDP 的比重超過了 80%， 失業率蹭蹭的往上漲，老百姓怨聲載道。當初那些支持反華政策的政客，現在成了人人唾罵的對象。歐盟和美國現在都翻臉了啊，都不認賬了。立陶宛徹底成了一個棄子。立陶宛本來呢想當反華先鋒，在美歐的陣營裡刷存在感，可沒想到最後成了沒人管的棄子，可以說是在國際上丟盡了臉。他們當初敢那麼橫，全是仗着自己是歐盟和北約的成員國，以為只要跟着美國反華就能得到好處。可現實呢，狠狠打了他們的臉。美國只是把他們當棋子，用來牽制中國，根本不會真的為他們出頭。承諾的經濟援助都是空頭支票，沒幾個兌現的。歐盟這邊呢，更是離心離德。德國、法國這些大國跟中國貿易往來密切，每年能賺不少錢，根本不願意為了屁眼大的國家立陶宛得罪中國。立陶宛本來想綁架歐盟的對華政策，讓其他的成員國跟着自己反華，可沒有一個國家願意配合。2022年，歐盟替立陶宛在 WTO 起訴中國，說是要維護立陶宛的利益，可查了3年都沒有找到任何證據，最後只能悄悄的撤訴，對外還嘴硬，說是貿易恢復了，實際上就是放棄了立陶宛。現在的立陶宛在歐盟內部被邊緣化，其他的成員國都忙着跟中國加強合作，沒人理會他們的訴求。更慘的是，現在立陶宛連中國的外交官都看不到了。自從中立關係降到代辦級，中國駐立陶宛的外交機構早就沒人了，不光沒大使，連個辦事人員都沒有。現在的有立陶宛人在中國犯法被抓，他們的外交部想派人探視都沒有渠道。代理中國汽車機械的商家更急，進口設備壞了要修，技術升級要指導，可中國工程師的簽證根本辦不下來，只能眼睜睜的看着機器成廢鐵。新政府上台以後想修復和中國的關係，可又不願意徹底放棄反華的立場，還提出讓中國先派大使過去。這種沒誠意的做法，中國自然不會買賬啊。現在的立陶宛在國際上沒人幫，經濟又一塌糊塗，只能在絕望中慢慢的掙扎。照這樣下去，他們在世界地圖上的消失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了。點個訂閱，下期再聊。